草帽团这一路上为什么没吃到一颗恶魔果实？草帽团这一路上天入海，经历了各种冒险，如果想弄一颗恶魔果实吃的话，按说也不难。不过除了几个开局就有果实能力的，其他人再也没有补充一颗恶魔果实。这个原因还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个人需求，草帽团没有果实的几个人，索隆看到恶魔果实一定会一脸嫌弃的说：“我的实力不需要用果实来提高。”没错，索隆他自己肯定不会吃恶魔果实的。对于一个想要靠自己努力成为世界第一大剑豪的人来说，吃下恶魔果实或许会在短时间内获得特殊能力。但索隆的性格一向是正面招架，绝不掺水。索隆表示，去往拉夫德鲁，我也许可以找出最短路线，但我绝不允许自己的梦想走上捷径。何况在盛平加入之前，索隆还是草帽团捞尸大队里最能捞的人，万万不能吃果实。然后是山治，别说山治还真对恶魔果实有所了解，毕竟山治小时候看过恶魔果实图鉴，从那开始，山治唯独对透明果实有强烈的欲望，毕竟是每个男人都幻想过的能力。在恐怖三帆船面对抢夺了自己梦想的阿布萨罗姆，山治怒发冲冠，全身冒火，愤怒程度不次于后来看见迪巴鲁。不过山治也明确表示，他对恶魔果实这东西本身是嗤之以鼻的，仅仅只是想要隐身能力而已。当然后来山治这个愿望也得以满足，隐身进入女澡堂，实现了从小到大的梦想。山治其实对恶魔果实也没什么需求了。然后是乌索普，看到恶魔果实，乌索普第一反应肯定是吓得颤颤巍巍地说：“我不敢吃这东西，别管吃完之后会有什么能力，起码吃完不能下海游泳了，是每个的标配。”在强烈的求生欲之下，乌索普一直都是相当清醒的。弗兰奇也不会吃果实，这个在得到的时候就有明确说过。草帽团还真不是一次补充恶魔果实的机会都没有，得到的烧烧果实就是很好的一次机会。路飞当时正愁烧烧果实没办法处理，就问弗兰奇想不想吃，弗兰奇直接拒绝了。弗兰奇表示，帮船长抢烧烧果实是天经地义，但他自己可不想吃恶魔果实，才不要变成旱鸭子。而盛平作为鱼人，就更不可能丢掉种族天赋去吃恶魔果实了。不过这种很搞的事情吧，却在盛平的赤天使身上发生了。赤天使盛平复制了塞缪尔的水水果实能力，可以在陆地上游泳，但绿血因为有能力者的血统因子，应该也会被大海所排斥，所以等于是把盛平的天赋从大海搬到了陆地上。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操作，盛平本人应该是做不出来。娜美她和其他人不一样，可以说娜美对恶魔果实的需求非常大。不过娜美想要恶魔果实肯定不是吃了，以娜美的性格肯定会存起来卖，毕竟一颗恶魔果实的市场价就要1亿贝利起步，对娜美来说那当然越多越好，那岂不是发财了？肯定不舍得吃，而且还要命令船上所有人都不许吃，谁敢吃就得给钱。从草帽团个人需求来看，他们没有很多理由要补充恶魔果实，何况娜美横刀立马，就看谁敢吃这1个亿吧。第二个原因就是恶魔果实真的是个很稀罕的玩意儿，大多数都已经流入市场或者掌握在一些权贵的手中，即便是草帽团也很难在冒险中捡到。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买或者抢。要说买的话，草帽团早期的经济状况非常拮据，仅仅是供路飞的伙食费都已经非常捉襟见肘了，更别说去黑市买1个亿起步的恶魔果实了。抢劫对草帽团这种非主流海贼团来说，确实也不是经常干的事儿，他们也就是抢点衣服，干点自以为抢了人家的黄金，实际上人家追在他们屁股后面送的那种抢劫，平时基本不会招惹别的海贼团。第三个原因，那就是草帽团本身并没有特意去找恶魔果实。路飞如果发动人脉去找恶魔果实，那还不简单。不过草帽团并不是以抢劫赚钱而聚集在一起的，伙伴们各自的梦想和恶魔果实也都没有关系，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将各自的战斗风格和特长都登峰造极了。索隆、山治、盛平他仨完全没有必要吃果实，娜美有宙斯天后棒，不至于响雷果实，乌索普有超远见闻色，弗兰奇有未来科技加持。看来在这个除了恶魔果实其他能力都在加强的版本里，早期没补充上果实，现在也是实在没有必要再吃了。路飞邀请过的所有人组成一个海贼团，众所周知，路飞邀请过很多奇怪的家伙们成为伙伴。如果路飞吃的是邀请果实，这些人和生物都无法拒绝邀请果实能力者的邀请的话，草帽团将会是一番什么景象？首先，路飞将会拥有一个潜力巨大的主力干部阵容，他们分别是艾斯、萨博、索隆、山治、盛平、大和。没错，还记得小时候路飞邀请过艾斯、萨博上他的船吗？后来在阿拉巴斯坦，路飞又邀请了艾斯一次。大和的话，在和之国，路飞好像也是有邀请的意思，不过大和是自己没有迈出最后的那一步。总之就是这个主力阵容，再加上其他伙伴，这个配置一点都不输红发团。同时，路飞还将会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船匠组弗兰奇和冰山，这两个是造船泰斗汤姆的亲传弟子，和乔巴的情况差不多。弗兰奇也不是路飞邀请的第1顺位船匠，冰山才是。不过冰山的技术那肯定也是没毛病的。弗兰奇和冰山造1艘冥王那是问题吗？那分分钟能在伟大航路上造一堆共享冥王，按需使用，方便你我他。同时，草帽团会出现一个新的兵种——人马部队，成员有路飞和冰火岛的那个半兽人。半兽人想必大家印象很深刻，路飞当时跟人家自来熟的草率速度，让一旁的索隆都感觉当初自己的加入都不是那么的草率了。路飞之所以也是人马部队的一员，因为路飞还邀请过警卫门的下半身，注意只是下半身哦，警卫门的全身并没有被邀请过。路飞单纯是觉得把人家的下半身安装到自己身上 cos 半人马很好玩。然后路飞还会拥有一个海兽族，没错，就是阿拉巴斯坦的那群功夫海牛。当时路飞击败了功夫海牛，按照规则，功夫海牛们甘愿拜路飞为师傅，一路誓死相随。路飞都准备带着这群粘人的小迷弟出发了，结果被伙伴们及时阻止。届时路飞还会拥有整个大妈海贼团。
因为路飞确实通过波克穆斯传达了让大妈团归入自己麾下的奇葩邀请。因为当时山治被威胁去蛋糕岛结婚后，路飞更倾向于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但你们也知道，就路飞的脑回路能想出什么两全其美？路飞就表示，我们家山治去结婚也没关系，毕竟自己也不想耽误山治的幸福。但我们草帽团也不想成为你们娘家人那边的小弟，所以路飞灵机一动，就跟波克穆斯说，到时候你们归顺我得了。好家伙呀，草帽大船团之大妈分团是吗？此言一出，震惊四座，很难不发出疑惑，路飞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路飞身边还会有几个类型各不相同的女人，除了娜美、罗宾、大河，还有在阿拉巴斯坦邀请过的薇薇公主。女帝嘛，路飞好像还真没邀请过，但关系也属于那种不是伙伴胜似伙伴吧。船上还会多2个很奇怪的团宠，路飞在恐怖3维帆船邀请过的僵尸独角兽和僵尸树。船上还有2个小萝莉，一个是千年龙篇路飞邀请过的阿碧斯，还有一个就是小玉。和之国篇结束的时候，小玉说自己学会了忍术后要加入路飞他们，路飞说等你学会了那没问题呀。还有早在遇到山治之前就邀请过的宝箱大叔卡蒙，卡蒙可以去草帽团的船顶小花园去当管理员，那里有娜美的橘子园、罗宾养的花、乌索普的植物，卡蒙的生活习惯和形象比较适合那里。啊对了，在小东海，路飞还邀请过一只独角仙加入自己。最后，路飞还会拥有一个世界上最顶尖的后勤医疗组，他们分别是路飞邀请的第一个医生，在双指甲曾经海贼王罗杰的船医库洛卡斯；第2个邀请的医生是孤岛朵莉尔姨娘，以及当初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医生，以储备粮身份上船的乔胡子乔巴。对了，同盟的罗也算半个草帽团的人，也可以算上。就这个医疗水平，请尽情的仰卧起坐，根本是想死都很难。这些大概就是邀请果实能力者路飞邀请过的完整的草帽团成员了，阵容搭配是不是很奇葩呢？不过路飞邀请别人加入的风格标准一向如此，大家觉得这样的草帽团如何呢？草帽一伙自己觉得没什么，但别人很羡慕的事情，自己拥有着觉得无所谓，可是那是别人想要还得不到的。最搞的是当事人对这件事还完全没感觉。首先就是路飞，海贼女帝爱他爱的死去活来，这事儿换到别人身上那真是做梦一样。但是路飞对这事儿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就随口一说和女帝是朋友，就这还把山治给刺激到了。要是路飞说女帝喜欢自己，想和自己结婚，山治高低得原地晕过去。索隆、小紫和他睡了。作为和之国的花魁，能获得小紫的事情，那是很多人挤破脑袋都没有这门子的事儿。连小紫自己都觉得这是件很难得的事儿，还问索隆开不开心。不过获得花魁自愿服务的索隆根本是油盐不进，还说你还觉得挺光荣的是吧？这事最羡慕的还是目击证人布鲁克了。不过布鲁克更牛逼啊，他睡的是4皇大妈。山治获得了男人的浪漫战斗服。虽然说当初死也不用的山治终究是没有逃过真香定律，但因为吉尔玛的关系，山治始终是嫌弃的，还当着奎因的面给踩爆了。可是作为男人的浪漫，路飞、乔巴、弗兰奇还有北海的迷弟们怎么可能不羡慕这种装置？简直是做梦都想体验一下。路飞要知道山治暴殄天物的话，遗憾的心情那得是和没能拉上狙击王上船是一样的。娜美威霸上手就会，作为能用身体感受天气的天才航海士，驾驭方向和海流如同吃饭睡觉，普通人要训练10年才能驾驶的威霸，光月玉田和路飞都先后在这上面栽了跟头。然而娜美上来就会，还玩得得心应手，路飞当时看到都快羡慕死了，甚至耍起了小孩子脾气，很不服。罗宾自我感觉一般的情报能力，在和之国，罗宾伪装成艺妓进入黑炭大蛇的府邸，很快获得了决战当天大蛇的起床时间，要送去鬼岛的贡品内容、海多喜欢的东西和手下组织结构、对方的兵力和武器数量。然后罗宾还很自愧地说自己没用，只得到了这点情报。看十郎直接就懵逼了，夸罗宾牛逼，言下之意是你把我组织的老底都揭干净了。当时在场的伙伴加起来都没罗宾一个人知道的多。乔巴有和娜美、罗宾共浴的特权，当时乔巴因为毛皮上落了很多火山灰，被罗宾邀请一起洗澡。首先乔巴对人类女性没有想法，还推辞说今天不适合洗澡。乔巴没觉得什么，布鲁克倒是来劲了，请求乔巴带自己一个。布鲁克说自己没有作案工具，是不是也可以？罗宾直接冷酷的回了句不要。布鲁克的心都伤透了，布鲁克连心脏都没有。乌索普赏金力压得岛的大佬们，明哥当时发赏金的时候一个一个点名，点到最后乌索普发现没有自己，本来都暗暗窃喜又躲过一劫，结果明哥最后给乌索普了个全岛最高星级5颗星5亿，爱他就把最好的给他，明哥可谓是爱之深恨之切了。看当时周围的人还有路飞索隆的反应就知道这事儿有多离谱了，因为当时路飞索隆包括罗都不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当然也因为这事儿，乌索普的官方赏金从3000万直接飙到2亿，都压过当时的山治了，全团第3。弗兰奇真是一把羡慕住。弗兰奇几句话的功夫造好一座桥的基建狂魔手艺，当时索隆、山治、乌索普都惊呆了。这桥甚至都不是敷衍了事的临时桥，还有护栏和雕花，但是弗兰奇自己却不以为然，他甚至对护栏上的雕花不太满意，说再稍等一下，他想再修改一下。这工匠精神属实是太过于离谱了。布鲁克轻松收割历史正文，当布鲁克从头盖骨里拿出3份历史正文踏本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愣了，只有当事人布鲁克风轻云淡，还转而关心佩德罗的情况。其他4皇都梦寐以求的历史正文就真的这么到手了吗？一旁的布鲁克仿佛就是撒了泡尿一样简单的回应啊，是的。所有人又惊了。盛平轻轻松松11亿赏金，七乌海制度废除后，原七乌海的赏金也陆续解冻。盛平在和之国轻松拿捏福斯福，提升到11亿赏金。说实话，因为现实原因，盛平的赏金也被压得厉害。不过盛平作为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显然对他的赏金没有太多感触。可山治可是羡慕的都快觉醒尼卡形态了，所以有些优势在自己手里不自知，在别人那里可是日思夜想。关于这点，想到路飞曾经说过的话，我不会剑术，也不会航海，不会做饭，更不会吹牛，所以他找了相应的伙伴，选择无条件信任伙伴。在这上面，伙伴们也从来没有让路飞失望过。海贼王最变态的是，越变态越有人爱。在海贼王里，变态不仅不是个贬义词，对极个别人来说，甚至还是一种捧杀。海贼里有很多开始看起来是个变态，当然也确实是，但后来觉得变不变态无所谓了，但本人真的很有魅力，讨人爱。海贼王里有这样一群新人类，也就是人妖了。
小冯刚登场的时候，因为是第一个登场的人妖，当时疑惑海贼王里还有这节目，而且打扮得很怪异，除了有点自来熟，没觉得啥。不过打败老沙后，草帽一伙回到船上的时候，索隆让小冯往边上稍稍，小冯还很礼貌。再就是为了当初欢乐的友情，主动帮草帽团引开了海军，之后在推进城里和路飞重逢。如果没有小冯的话，别说路飞，整个越狱大队一个都跑不了。当然路飞也为小冯无意间觉醒过一次霸王色，可以说路飞也真的当小冯是伙伴了。小冯的运气也没有很差，不仅没有死，现在还在小一万之前的地方过得很开心。说到小一万，也是路飞的救命恩人。如果说小冯也就是身份奇葩了点，而小一万是不仅人恶趣味，果实能力更恶趣味。不过后来觉得在可爱面前，变态好像都不是那么耀眼了。小一万这个顶级社牛，不管在麦哲伦还是赤犬还是慎平这些大佬面前，都能不正经的耍宝，技能都特别沙雕，但好像非常实用。在推进城和另一个变态小萨蒂上演了一出变态之间的对决，一个擅长鞭打，一个擅长捆绑，史上最虐的打斗。那场面麦哲伦看了也是很沉默的。虽然这两人是货真价实的变态，但相比这个，感觉更多的是都很有趣。不过话说，革命军的变态真的很多，除了小一万和他卡马巴卡那帮手下，北军军长乌鸦他是怎么做到看起来既变态又很帅的？东军军长贝洛贝蒂上半身好像没穿，下半身我猜也是对称的。南军军长一直会玩高科技的狸猫，还有四大军队长的手下看起来也不是正常人。当然这些可以勉强不算，但西军军长莫里好像真的是个变态，长相身材都非常魁梧，但是下半身穿了超短裙和泡泡袜是什么鬼？这种变态程度就好像是凯多穿了身 JK， 而且还会妖娆的舞裙子的那种。莫里的说话方式，还有伙伴对他的调侃都非常耐人寻味。革命军汇聚了这么多有趣的人，卡普和路飞身边好像都是这种人，所以严重怀疑龙的真实性格，也逃不出家族 buff。海贼王里经常会出现一对高度相似的对手的对决，当然也包括变态。如果说小萨蒂和小伊万是一对变态女的互相折磨，那弗兰奇和塞纽尔就是一对变态男的浪漫。不怕变态多变态，就怕变态懂浪漫。其实第一次看到塞纽尔登场的时候，没想到他是真人真事儿，只是根据以往的规律，见怪不怪的把他归类到了海贼王里变态中的一员。何况弗兰奇第一次见塞纽尔的时候就称呼他是变态，官方认证了属于是。不过后来都知道了，说塞纽尔是海贼王里最深情的男人不过分吧？他和弗兰奇的对决中也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招式，但是看得很爽。最后呢，一个喝可乐的人答应愿意陪你喝酒，属于是两个变态真男人的相吸和共情了。所以都说尾田不懂海贼王，但是真懂男人的浪漫。现在来看，里面的变态都各有魅力，他也是很懂变态的。草帽一伙那些可可爱爱的小习惯，草帽一伙每个人都有标志性的小习惯，就是那种出现次数不是很多，但不经意间透露着可爱的。首先路飞很喜欢拍别人的后背，而且拍起来就是啪啪啪一顿狂拍，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特别高兴的时候逮住谁拍谁，在快进入伟大航路的时候因为过于亢奋拍完山治拍索隆。第二种是夸赞别人，路飞会用拍后背的方式来表达。在弗兰奇介绍船坞系统的载具后，路飞表示非常喜欢，对弗兰奇咣咣一顿拍，然后弗兰奇突然一个经典动作把路飞给撞倒了，严重怀疑弗兰奇是故意的。然后见识到人鱼凯米能和鱼交流，并让鱼群在海里画画的时候，路飞也拍了凯米。还有娜美被猫狗夸赞是了不起的航海士，路飞虽然不懂，但是觉得自己选的航海士肯定是最棒的，又是对娜美一顿猛拍，不出意外被娜美给打了。山治喜欢撅屁股，山治一郁闷的时候就喜欢撅屁股，而最郁闷的事情莫过于总是跟他过不去的悬赏令了。第一次是喜提全世界最丑悬赏令，第二次是因为名字上带了文斯莫克，第三次就是最新的悬赏金被慎平压了一头。不过山治在报纸上看到维奥莱特公主的时候，也兴奋地撅起了屁股，撅得老高，多少是过分妖娆了。索隆喜欢舔刀，作为剑豪舔刀耍酷一点也不奇怪，看索隆的娴熟的舌技，估计也是平时没少舔。不过索隆舔的更多的是三代鬼射，河道一文字除了咬在嘴里，好像从来没有舔过。当然索隆最好不要舔到河道一文字上，因为河道一文字已经砍过鼻屎了。罗宾喜欢用手托着下巴，罗宾平时喜欢坐在一旁看伙伴们打闹，或者独自思考一些东西。这个时候罗宾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这个非常稳重温柔的姿势，而且当初罗宾2次悄悄登上草帽团的船都有摆出这个动作，感觉很有神秘姐姐的气质。乔巴喜欢捡小木棍，乔巴这个习惯是受路飞的影响，当然在空岛的时候路飞随便捡了根木棍，乔巴看到了觉得很好玩，后来自己也捡了一根，没想到2年后乔巴回到香波队群岛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木棍，所以怀疑乔巴是不是2年前的那根木棍根本就没有扔掉，而且在剧场版里乔巴手里也有。娜美喜欢吐舌头，娜美其实很喜欢卖萌，时不时的展示她那小舌头就是其中之一。娜美吐舌头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在动脑子了，而且大概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所以娜美最后的一下吐舌头给人一种小贼猫古灵精怪的感觉。弗兰奇喜欢做他的经典动作，情绪到位的时候小臂紧贴，身体倾斜，再加上他那句经典的口头禅。不过想做到如弗兰奇这么舒展还是有点难度的。弗兰奇除了自己喜欢做这个动作，作为最会搞氛围的一员，他还会感染到别人一起做这个动作，你不会还要教你。除了方块姐妹，2年期间还有七东一家，这个动作原本呢手臂还要跟着转几圈，还有配套舞蹈，但是2年后好像省略了，动不动就直接开始 super。乌索普喜欢竖大拇指，活泼好动的乌索普小动作有很多，不过最标志性的还是用大拇指朝向自己，一般就是发表类似自己8000步下这种预言的时候，或者给自己壮胆的时候。还有就是添油加醋，对东海之后的伙伴讲述自己在东海如何带领路飞打败强敌的故事，这个时候也就乔巴会信以为真。布鲁克吃完饭就会打嗝加放屁，布鲁克经常性的饭后习惯。这个其实和弗兰奇的动作类似，看起来没什么，但是打嗝加放屁同时做，好像还挺有难度的。关键是布鲁克看起来完全没有这种功能，就很神奇。每次布鲁克饭后做这个习惯的时候，都会受到山治和娜美的鄙视。慎平一懵逼就会流汗，
草帽团可以说让慎平发现了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群人，所以慎平在认识路飞到加入草帽团这期间，懵逼流汗次数逐渐递增，每次懵逼慎平都会显得很呆，再加上反射弧有点长，什么事儿慎平总要默默思考一下这是什么神操作，而且时常伴随着流汗的表情。所以草帽一伙好像每个人都有非常贴合他们个性的小习惯，不是很经常出现，但是都是些不经意间的可爱。海贼王里的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体质。海贼世界打打杀杀，随时被嘎在所难免，但是有些人的体质就非常令人迷惑。先说两个非正常人体质。警卫门之所以被称之为锦皇，不只是多次给凯多下马威，还有他在凯多面前那堪比动物系的生命力。在和赤鞘武士一起在屋顶迎击凯多的时候，警卫门就结结实实的挨了凯多的一棒。本以为警卫门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结果不久之后就带着赤鞘众人砍了大蛇的几个脑袋，健康状态看起来精神倍儿棒，吃嘛嘛香。之后凯多从屋顶下来进行扫除计划，可能是看到警卫门还活蹦乱跳，有辱自己四皇实力的威名，凯多怒气爆满，这一次丝毫不留情，一棒到头，正中警卫门的头盖骨，而且还缠了霸王色，警卫门整个人都瘪了。凯多表示这一次这货要还不死，我作为四皇颜面何存？那凯老师可能要失望了，警卫门不仅没死，还想挣扎着站起来。说实话，就算路飞脑门子上挨一记雷鸣八卦，必然也是当场就白眼了。警卫门呢，男人是真男人，但他这体质呢，也确实真离谱。随后凯多补刀，但恰好警卫门被罗斩断的身体当时没有拼接完美，暗暗躲过了斩击。正当警卫门庆幸还好看侍郎这狗逼已经死了的时候，旁边的看侍郎可要让警卫门垂死病中惊坐起了。这哥们儿还活着呢。看侍郎曾经被2次重创，鬼岛大战开局被小菊砍倒。要说小菊念在旧情，没有下死手，那后来警卫门的绝情一击也没能嘎掉这个奸细。警卫门和看侍郎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两个人一直在比仰卧起坐，看谁腰力好。要说警卫门看侍郎这种非常人体质是和之国武士的标配。那迷惑的一点来了，阿修罗童子和乙藏的体质就显得正常的有些不正常了。阿修罗童子深受玉田和凯多的赏识，曾经砍伤过旱灾杰克，在九侠里的实力也是较强的一档。结果阿修罗童子被看侍郎的假玉田给炸死了。海贼王里的炸弹众所周知，尤其是2年前根本炸不死几个人，2年后的炸弹牛逼到离谱。佩德罗在蛋糕岛粉身碎骨，大妈在鬼岛被炸得没爬起来，后来掉入岩浆死了，这个消息至今还不敢相信。在海贼王里，要说这种级别的人被炸弹炸死，就感觉鱼人被水给淹死了那种感觉。现在看来，有淹无伤的定律要有所改变了。乙藏是在和 CP0 的战斗中战死的，乙藏以1敌2，和那个高个 CP0 指枪对手枪极限1换1，光荣下线。问题出在乙藏的战斗细节被省略了，死得非常突然和可惜。指枪这种技能感觉轻轻砸鱼是可以的，真没见过哪个大佬被指枪给捅死的。何况乙藏是白团主力队长之一，指枪确实是击垮重伤乙藏的致命一击。不过想起警卫门可以用脑门扛大残，乙藏的胸膛却不能扛指枪。所以说，与其说乙藏的死不能被接受，是乙藏的死法不能被接受。关于这种体质上的差异，还有更离谱的，比如古伊娜从楼梯上摔下来死了。虽然具体不知道古伊娜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但是海贼王里面这么嘎掉的人还是头一回见，就是正常的有点不正常了。相比之下，之前说的2年前的炸弹炸不死的人，主要是集中在乌索普身上。乌索普非正常人的体质就不用多说了，阿拉巴斯坦这种头盖骨粉碎、鼻子粉碎、全身粉碎的伤痛，在乌索普身上也不止出现过1次2次了。所以刚开始乌索普会给人一种海贼王里的人都很抗造的错觉，可往后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抗造的人越来越抗造，脆皮的人那真是各种莫名的嘎嘣脆啊。海贼王中的10大神术。海贼王里有很多神奇的东西，但奇特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那些矗立千年的神术了。有些树甚至关系到海贼世界和恶魔果实的起源。这期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见证过沧海桑田的10棵树王。1. 白萝卜树。在路飞2年修行的那座猛兽岛上，有一棵外形很像萝卜的树。路飞选择把草帽存放在这里2年，是因为这棵树所释放的气味可以驱逐野兽，这个地方也就成了岛上唯一安全的地方。在强者世界里，金狮子那里也有类似的植物，当时乔巴都快被熏晕了，非常讨厌这种植物。金狮子的这些植物对人也有害，人吸多了这种气体也会中毒。路飞的那棵白萝卜树对人是无害的。2. 巴姆大王，蛋糕岛诱惑森林的老大，4皇大妈手下比较高级一点的霍米兹。巴姆大王应该仅次于宙斯、普罗米修斯、拿破仑和海浪房间，但是巴姆大王的命运很悲惨，先是被克利架削掉了头顶，然后被阿德曼的慢刀劈成了2半，缝好之后，在和草帽团逃跑的路上，又被大妈一招微果给轰掉了半个身子，最后被普罗米修斯给烧成了渣。巴姆大王为草帽团和他那昙花一现的爱情付出了太多。3. 亚尔奇曼红树。香波地群岛是最奇特的岛屿之一，因为城镇坐落在这些巨大的红树树根上，这些树会分泌出特殊的天然树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形成了这里的泡泡文化。和空岛的空贝类似，泡泡特产满足了这里居民很多生活需求，泡泡车、泡泡摩天轮、泡泡手提袋等等。因为这些树，这里还有着一群特殊的职业人群，那就是给船贴膜的镀膜师傅。4. 鲸鱼树。生长在象贝佐屋的一棵外形酷似鲸鱼的大树，也是毛皮族和光月一族世世代代情同手足的象征。树的里面被改造成了藏有历史正文的秘密基地，而且还是块红色路标历史正文。旱灾杰克为了抓雷藏，扫荡佐屋了好几天，就是没发现这么显眼的树有问题。5. 全知之树。奥哈拉乃至世界文明的象征。当远古巨兽象楚还是个宝宝的时候，这棵树就是祖宗级别的了，因为象楚1000岁，而这棵树的年龄超过5000岁。全知树藏有自古以来全世界学者们的重要文献。不过在22年前，世界政府对奥哈拉发动了屠魔令，整个奥哈拉和全知之树在炮火中被摧毁。在最后时刻，奥哈拉的人把重要书籍扔进了湖里，尽可能的保留了一部分历史和真相。6. 巨大藤蔓。在空岛的神之岛中央有一棵高耸入云的藤蔓，不过它并不是加雅岛的原生植物。在冲天海流把一半加雅岛怼上天空时，正好被这棵藤蔓给贯穿了，黄金钟也恰好被顶到了更高的地方，以至于艾尼路在这待了好几年都没有找到。这棵植物看样子也至少是好几百年了。在空岛决战路飞王者归来的时候，不得已将这棵藤蔓给砍倒，给娜美路飞当跑道了。
7. 艾尔巴夫神秘巨树。在大妈的回忆里，阿尔巴夫有一个比例非常恐怖的参天大树，因为据大妈所说，阿尔巴夫的一切都比其他岛更大，包括岛屿本身，毕竟是巨人国嘛，一艘船就赶正常的几十艘大，所以这棵树究竟有多大，可想而知。8. 杨树夏娃。提到亚当夏娃，可能会想到圣经里的人类始祖，海贼世界里的2大神树就以他俩命名，这2棵树会不会和海贼世界的起源有什么关系呢？杨树夏娃的全貌还不曾见过，但能看到仅仅是树根就比渔人岛全岛还大，香波地的那些红树在夏娃面前完全是 baby 级别。杨树夏娃将海面的阳光传导至海底1万米的渔人岛，渔人岛也因此有了正常的昼夜交替。9. 宝树亚当。传说某座岛上曾经发生战争，城市都被毁灭，但只有这棵树屹立不倒。后来人民在树的周围建立新的国家和城市，而且亚当宝树全世界不止1棵，售价也不菲，估计也是个庞然大物。弗兰奇抢的2亿贝利只是买了一部分宝树亚当，应该是一根树枝那种级别。罗杰团的奥罗杰克逊号和草帽团的万里阳光都是用的宝树亚当打造而成，虽然阳光号也受过伤，但质量依然是肉眼可见的顶级水平。10. 恶魔果实之树。关于恶魔果实的起源一直是遮遮掩掩，不过就拿路飞的果实来说，在海贼王的前作冒险的黎明里，恶魔果实树确实是存在的。橡胶果实乃至其他果实50年才能结一次果。到了主线里面，橡胶果实真正的定义是尼卡，尼卡是传说中生活在一棵橡胶树中的淘气精灵，从头到尾总之都能跟树有隐约的联系，感觉确实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孕育出了这些奇奇怪怪的果实。好了，以上就是海贼世界里的10大神树了。虽然这些树并没有多少戏份，只是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沉默的见证者，不过还是能感觉到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皆有灵性的感觉。这就是草帽一伙的默契。草帽团这些人平时都是哪里需要自己就往哪里填，互帮互助。不过他们也清楚自己擅长什么与不擅长什么，所以在战场上就会发现他们都在默契的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首先路飞会直接找人家 BOSS 单练，一个字莽就完了。罗的总结就很精髓，路飞是个非常优秀的拉仇恨的工具人，给伙伴们提供操作空间。而索隆除了是路飞最可靠的副手，通常对位敌人的2号人物之外，地狱失血量2000cc 的单子一般不接。2年后还好，2年前索隆的亨利衫上多少带点血腥味，因为身上的伤就没好过。索隆2年后几乎没怎么掉过血，但是在鬼岛上那么几个小时，把2年后该掉的血又掉回去了，扛了一下双四皇的组合技，没那坦度没那魄力，谁敢接？所以索隆几乎没变，在团队最无助的时候，索隆永远可以站出来担起草帽团的命运。山治属于是灵活就业，风味摇摆人，就像山治自己说的，你做不到的我来做，我做不到的你来做，相信自己，相信伙伴。山治2年前动不动就玩消失，然后再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山治总能比别人提前多想一步，别人还在懵逼，山治就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山治大多时候还要兼顾对位敌方的3号人物。不过2年后从冰火岛到德岛，山治打架少了，因为他在当各种小队长，比如捞尸小队长、海军小队长、佐乌小队长等等。所以山治和索隆的区别就是，索隆锁敌后就千万别动了，而山治可以灵活行动。娜美和罗宾这2个女性伙伴是相当重要的。首先，她俩是山治的护花使者。没错，山治是花，娜美、罗宾是2大护法，适用于在山治遇到女性对手的时候。娜美帮山治解决了卡利法，罗宾帮山治解决了黑色玛利亚。同时，娜美和罗宾在战斗中同样属于智将。娜美是在对战 CP9 的战斗中唯一一个拿到2把钥匙的人，偷了卫曲1把，打败卡利法得到了1把。在和之国，罗宾则是在黑炭大蛇身边做卧底，不仅获得了关于火焰祭典的各种情报，连黑炭大蛇当天几点起床都知道，满分的情报能力。乌索普的打法就是一物降一物，虽然我不是草帽团最强的，但是我能打你那边最 bug 的干部。乌索普就是这样。除了这一点，乌索普会用自己的能力给伙伴们及时打出支援，需要什么他就可以变出来什么，伙伴们几乎都得益于过乌索普的这些小玩意儿。布鲁克属于10项全能，什么位置他都能补。单挑大妈这是路飞干的事儿，对付剑客这是索隆干的事儿，奇袭修女的照片这是山治干的事儿，偷取历史正文这是娜美罗宾干的事儿，驾驶潜水艇这是慎平干的事儿，喝牛奶等于治疗这是乔巴干的事儿，专打 bug 这是乌索普干的事儿，往压缩机里装可乐这是弗兰奇干的事儿，就没有布鲁克不能干的。乔巴属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妙手回春后勤保障，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乔巴作为战斗员的次数也很多，而且战绩颇丰，豁出性命守护过梅利号和桑尼号，这种宠物只值1000贝利，还要啥自行车？弗兰奇平时虽然不正经，但在团战中是相当可靠的，他是个很好的任务执行人。弗兰奇会用各种办法取得胜利，包括强吻德岛女厂长。慎平老大的加入可以说让草帽团的主力阵容更加牢靠，既有强大的实力，也有机智的头脑。在索隆走丢、山治嫖丢的时候，路飞会发现身边永远有个保驾护航的蓝胖子，所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登场机会。海贼王中那些好看的船，在怪物满天飞的海贼世界中，战船的火力都是其次的了，而一艘船往往是他们企业文化和个性的体现，承载着他们的梦想，非常契合一个海贼团的气质，可以说是他们最耀眼的名片。9蛇海贼团的香水游蛇号，看到女帝的船是不是有种亲切感呢？没错，女帝这边很多元素，包括这艘香水游蛇号，都是有中国风的特点。这艘船的灵感取材自北京颐和园的青燕坊，建筑结构和外轮都是基本还原了。青燕坊也叫石坊，正好和女帝的石化能力契合。除了海军军舰，绝大多数船在无风带是无法航行的，而女帝的这艘船，除了前面有2只巨大的游蛇，一对外轮也可以作为动力，能够自由进出无风带。艾尼路的方舟针眼号，这艘船可以艾尼路的雷电能力作为动力，并且实现空中飞行。船底装有200枚喷风倍，即使动力系统短暂故障，也可以维持动力。在某航线里，艾尼路的船要氪不少金才可以得到。也确实，艾尼路造船的时候，他本人也没少氪金。船上带有黄金人像和一个神的字样，满满的金钱的味道。明哥家族的努曼提亚火烈鸟号，明哥的船真的是很有个性，而且很骚，一身骚粉，对应了明哥象征动物火烈鸟。这只火烈鸟也戴着和明哥同款的眼镜，明哥的船感觉还越看越可爱，应该属于是最好看的船之一了。
红发团的雷德佛斯后，他跟随红发征战了很多年，在邀请耶稣部的时候，远处就有一艘大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在12年前丰盛村的时候也在，只是当时还没有现在看起来那么恢宏。随着人数的增加，红发成为4皇后，雷德佛斯号也进行了扩建和更霸气的涂装。舍普老板的海上餐厅巴拉蒂，作为东海最有名的餐厅，很多人包括一些海军官兵都会来这里品尝厨师的手艺。整艘船的形状是一条鱼，并且周围有2个升降式的鱼鳍甲板，能延展出更宽阔的空间。2年后，海上餐厅开了2家分店，一个是海底餐厅，这还没什么。而另一家店的 logo 是山治的那张悬赏令的头像，准确的说是迪巴鲁的脸。山治如果知道了，估计当场就情绪失控了。巴托俱乐部的前进路飞前辈号，这艘船就是巴托狂热追星的集中体现。船首部分是路飞，船尾是乔巴，中间的造型是梅利号的羊头，船上还种了娜美最爱的橘子。驱使这艘船前进的并不是船舵和风帆，而是在甲板中央的一个水缸里被屏障罩起来的路飞的生命卡。罗团的极地潜水号，罗的海贼船可以说是相当特殊的一个，它既是潜水艇，也有风帆，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进桅杆里，浮上水面就可以当船用。造型和涂装也有着鲜明的罗团个性，相当好看和可爱。同时上面还有高级的医疗器材和手术室，是最先进的移动医院。路飞曾经有幸体验过。基德团的维多利亚朋克号，这艘船的设计非常独特，它将恐龙骨架和船给结合了。船首是一个巨大的恐龙头骨，船身周围也包裹着恐龙骨架，很有那种结构感。恐龙头的嘴巴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宽敞的甲板，在主甲板的装潢上还镶嵌着一个看似巨人族的头骨。而且基德还说过，打败凯多要把自己的船首换成凯多的脑袋。基德这是有多喜欢骨头。俊美海贼团的沉睡森林白马号，卡文迪许不光是长得跟别人画风不一样，他的船也是，哪里是海贼船，明明是贵公子出海的游船。除了从头到尾亮眼的白马元素，船身的装潢、涂装、造型也非常的精致，桅杆上还挂着硕大的钻石，而且它的风帆和别人还不一样，它有那种褶皱式的花边，它的船也堪称是俊美。亚尔丽塔的可爱小鸭号，整艘船就是粉红色和满眼的小星星，那只鸭子也是星星眼。可爱小鸭号的气质适合小女生或者猛男驾驶。小冯的快速天鹅号，这艘船有一对外轮，而且船体较小，倒不如说是一艘快艇，造型各方面也很契合小冯的形象。粉色的风帆，船首是带着和小冯同款头饰的天鹅。大妈团的女王妈妈圣歌号和波妮的珠宝玛格丽特号，这2个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首先，大妈的船不仅靠混合果实能力，仿佛是有船灵一样，有活着的灵魂。其次，大妈这艘船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蛋糕，饿了直接吃船就行了。而大胃王波妮的船跟大妈团的一样非常有食欲，乍一看还以为是大妈家族哪个干部的船。罗杰团的奥罗杰克逊号，这艘船出自弗兰奇的师傅传奇船匠汤姆之手，材料和桑尼号一样，都是由宝舒亚当打造。罗杰的船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个到达过拉夫德鲁的传奇之船，船首有一对人鱼雕塑拖着前部的桅杆，酒红色加原木的装潢也很简洁低调，但不失尊贵。在与金狮子的海战中，金狮子的舰队因为恶劣气候全军覆没，罗杰团则是毫发无损。不过这艘船还是谜点重重，奥罗杰克逊号的下落和船上巨大的蛋是什么还暂不清楚。蒙奇蒂龙的温特格拉马号，龙本人虽然很低调，但他的船直接搞了条盘龙上去，看上去非常威严霸气。龙的船曾经开到过东海双月村，当时索隆就在龙船不远处刻苦修炼。多年后，索隆和这艘船的主人的儿子一起划着小船出海了。卡普的狗头军舰，一些海军军官会有自己的专属军舰，比如藤虎还有鹤，但像卡普这么会玩的还仅此一人。他的船首不光是有个雕着骨头的狗头，船上的建筑也不是正常军舰的指挥塔，而是小房子造型的狗窝。不知道卡普是不是给自己的船起名叫什么赤犬号或者萨卡斯基号。白团的莫比迪克号，船体的造型是一条鲸鱼，整体的气质给人一种纯净自由的感觉，如此简约的海贼船也是不多见的，也很符合白胡子的志向和白团的氛围。但是莫比迪克号已经在顶上战争中毁于赤犬的流星火山。金狮子的岛船其实就是金狮子用果实能力浮起来的一座岛，海贼王里最特别的存在。岛船的空间也非常大，是一座空中堡垒，前面挂了一个巨大的狮头像，看起来威风凛凛。德索罗的大德索罗号虽然它可以当做船，但它也是一座货真价实的海上黄金城。艾尼路的黄金方舟在它面前也就是边角料的水平，富丽堂皇已经不足以形容大德索罗号的氪金程度。最后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梅利号和桑尼号了，这2艘可爱的梦之船，一个上过万米空岛，一个下过海洋万米，一个已经成为过去，一个终将创造传奇。从草帽团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其实除了船员外，每个海贼团还有一个特别的伙伴，那就是这些陪他们驰骋大海，让他们有一处安身之所的小船船。被搭讪的娜美与罗宾，娜美罗宾作为草帽团的2大团花，走到哪里都免不了被人搭讪。相比之下，娜美被搭讪的次数比罗宾多很多，因为这方面娜美太会了，她可以利用这个捞点好处。在动漫和漫画中，娜美的登场方式虽然不一样，但一样的是，娜美都在通过被人搭讪而忽悠财宝，而且都顺利得手了。后来山治看到了娜美，仿佛是看到了一生的答案。山治不愧是老手，上来就一顿花里胡哨，看到索隆路飞在那尬得抠脚，因为这是他俩一辈子都学不来的东西。不过什么都不如答应给娜美免单来的实在，终于是深得娜美的欢心。此后娜美又被海军大将青雉搭讪，被青雉称之为令人神魂颠倒的小姐，还问今晚有空吗？看青雉这张口就来的话语，洒脱自然的神情，一看也是个老手了。在水之都，娜美罗宾被双双搭讪，娜美当时被一个大叔邀请共进晚餐，很快大叔被他老婆拽进去打了一顿，据说这是当地人太过热情的一种表现。罗宾则是被几个星星眼的人拦住，被评价方圆100里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乔巴来了句神吐槽，这里好多山治啊，而山治本人已经变成了护花使者，谁敢搭讪船上的女生，怒气值瞬间爆满。阿布萨罗姆那种不能算搭讪了，纯属是跳过了铺垫环节，靠着隐形果实逮住娜美罗宾一顿占便宜，最后被各种 buff 叠满的山治暴打一顿。而阿布并没有善罢甘休，后来依旧抓住娜美想要亲亲，不仅逼出了娜美的见闻色，还被娜美喂了小飞棍。小飞棍来喽！
2年后，娜美长发及腰，整个人变化很大，树飞香波地就被人给调戏了，正是假草帽团的假路飞，让娜美来身边陪酒，而且这个假路飞的声音还是山治的。娜美也很横，连拒绝带蔑视一起还给了对方。话说这个假帽团一点都不专业啊，居然连娜美都认不出来。毕竟娜美的妩媚悬赏令在大海上还是挺出名的，阿健口中的征婚照嘛。因为这个还引起了多起对娜美的骚扰事件，前有阿布萨罗姆，后有文斯莫克永志，再加上那个天天对娜美悬赏令犯花痴的海军超新星泽帕。除了这种直截了当的，还有像锦文文这种蔫坏的，嘴上吐槽娜美的穿着，心里可是喜欢的不得了，竟敢眉飞色舞，让护花使者山治非常不爽。在和之国，锦文门忽悠娜美，在我们这儿，女忍者就是这样穿搭的。但是看到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忍，才知道锦文门这家伙真的坏得很。罗宾被人搭讪的次数虽然不如娜美多，因为两人走的路线不一样。罗宾属于生人勿近的感觉，但罗宾要真的开放起来，还要啥自行车？这不比花魁香，把黑炭大蛇迷惑的心驰神往的。在和之国，罗宾受当地人的欢迎程度似乎比娜美高，毕竟罗宾化身艺妓，真的绝美。在鬼岛会场里，暗黑时髦打扮的罗宾被一个小喽啰给搭讪了，随后被罗宾一个手刀给打晕了。一旁的慎平吐槽罗宾是个可怕的女人。在花之都的混浴澡堂里，娜美罗宾也便宜了这帮围观的人了。在这里还有个重点，就是池子里有一个透气的竹筒，没错，当时山治就藏在这水池里面。可以说尾田的恶趣味依旧稳定发力。好了，本期内容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留个赞，为素材果实觉醒充能 ，Thank you。草帽海贼团全员怪物。以前有个梗说，本以为草帽团是一群草根出海冒险，没想到是各种富二代出海体验生活。现在看来不仅如此，他们甚至都不是正常人，一个比一个怪物。当然，怪物在草帽团里并不是嫌弃，而是对伙伴实力的肯定。路飞那奇特的果实能力自然不用多说，现在更是配得上怪物的称号。当时山治就是用连我们船长都是怪物，你怕啥这种话来安慰乔巴的。不过，看似肉体凡胎的索隆被称为怪物的次数，甚至比路飞还要多。早在认识娜美的时候，索隆就是血流了一路，架也打了一路，完了还活蹦乱跳，早早的被娜美归类为和路飞一样的怪物。后来罗生门劈火车，把小弟们都给看傻了，被小弟们评价为就那种怪物，还不是草帽团的老大吗？没错，他们的老大更怪物。不久之后，老大用脚劈军舰。再后来就更离谱了，因为在龙宫城里虐杀海贼被称为天生的杀人魔鬼刽子手。索隆反驳说，面对提刀而来的敌人，难道还要请他喝茶不成？而且索隆的坦度一点都不输路飞，扛伤害这一块，你永远可以相信索隆，这要是没有怪物级别的肉体和意志是做不到的。山治现在也很难称得上是正常人了，刀枪不入，快速恢复，血统因子的觉醒让山治一度以为自己要变成和几个兄弟一样的怪物，但还好拥有了怪物的肉体，但保留了人类的情感。乔巴最开始可是深受怪物这个称呼的侵害，搞得乔巴非常自卑。当时草帽团有路飞、索隆、娜美、乌索普、山治、薇薇，他们再怎么怪，毕竟还是人。一只会说话的狸猫确实属于真兽级别的了，那是乔巴进团走了，因为他如果能先看到一副能说话的骨头布鲁克，他就不觉得自己是个怪物了。现在乔巴常常因为自己在草帽团怪物排行榜里排不上号而感到自卑。话说伟大航路确实神奇，确实无奇不有哈。东海五人组自从进了伟大航路，收伙伴的标准也逐渐狂野了起来。自那以后上船的船员也仅有罗宾属于人类的范畴。当然罗宾不怪则已，一怪惊人，觉醒了绝美的恶魔形态，也对得上他恶魔之子的称号了。当怪物索隆在龙宫城里嗜血的时候，娜美和乌索普蹲在一旁又开始嘀咕了，哎，我们越来越像坏人了，哎，为什么我们船上都是这种人啊？哎，船长也是啊，以为他俩是正常人了吗？不，显然不是。娜美自带发缠，在船上谁见了他不跟见了怪物似的，分分钟秒杀草帽团3大主力怪物。乌索普普通人的灵魂是不假，但是怪物级别的肉体不服不行。他俩在这儿又开始草帽团的传统记忆，我吐槽我自己了。草帽团越来越怪物，还有一点传统就是，只要对方足够奇怪，路飞就会拉他做伙伴。要不是其他伙伴阻止，现在他们船上还会有一只僵尸独角兽、一棵僵尸大树、一只半兽人和一只佩罗娜的幽灵等等等等。从到达水之都前，路飞理想船匠的画稿上来看，那会儿路飞压根就没有想找个正常人。最后弗兰奇上船，不仅不是人，还是个变态，怪上加怪，路飞很满意。然后就是布鲁克，不仅不是人，还是个音乐家，路飞很满意。之后是慎平，不说了，路飞很满意。反正草帽团已经10几年没有收过正儿八经的人了，就是逐渐物种离谱。草帽一伙在冒险中遇到过很多怪物级别的物种和对手，到最后没想到怪物竟是我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路飞他们从来不会在意伙伴和朋友是不是怪物，就像路飞在雪地里仰天高呼邀请乔巴，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你看起来很好吃，当我们的储备粮吧。当然这是低情商的说法，路飞还是选择了高情商的说法，废什么话，一起走吧。所以再等等，总有人会接纳你，这是草帽团与众不同的温柔。海贼王里那些戴过路飞草帽的人，路飞的草帽从罗杰传到红发，从红发传到路飞，这顶草帽也是路飞最重要的物品。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草帽上还寄存着路飞和红发的见面归还的约定，所以路飞能把草帽放心的交给谁，也可见那个人对路飞的重要性。娜美毫无疑问就是排名第1的草帽女郎，娜美光是戴草帽的次数就足足有5次，一次是在可可西亚村最经典的，娜美哭着向路飞求救，路飞直接就把草帽按在了娜美头上，给了娜美前所未有的安全感，直接把娜美给征服了。第2次是在刺骨岛，路飞先是为了去救被雪崩带走的山治，把草帽盖在了生了病的娜美身上，安抚娜美。虽然冰天雪地，但路飞这一举动实在是太暖了。后来路飞背着娜美爬雪山的时候，草帽也是在娜美的身上。第3次在空岛和艾尼路战斗的时候，路飞也是主动把草帽交给了娜美保管，而且这顶草帽同样也是赋予了娜美勇气，或者说让娜美真情流露了。娜美宁愿什么都不要了，也不愿抛弃伙伴。还有2次是剧场版，一次是发条岛的冒险里面，路飞主动把草帽交给了娜美保管，然后是特别篇2里面，娜美也是一直带着路飞的草帽帮他保管。不仅如此，平时路飞的帽子如果有破损的话，这些针线活也是娜美帮路飞缝的。艾斯的生命卡也是娜美给路飞缝在帽子上的。虽然女帝很爱路飞，但露娜的羁绊一直是坚不可摧，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然后草帽团里另一个草帽女郎罗宾，罗宾这个就比较奇特了。罗宾呢，船是自己上的，草帽也是自己拿过来戴的。当时罗宾拿草帽的时候，都把路飞给气变形了，而且那个时候才刚刚经历完威士忌山峰。后来回顾的时候，就会默默的心想，罗宾你完了，等着上船吧，这算是预定伙伴了。所以那个时候也很流行，谁带了路飞的草帽，谁就是下一个伙伴的草帽定律。不过后来尾田也就没再玩这个梗。然后是乌索普，在长链岛，路飞带上了能赋予人力量的爆炸头假发套，而草帽则是交给了乌索普保管。路飞能主动把草帽交给男人，这实属罕见。当然，路飞肯定会放心的把草帽交给任何一个伙伴。不过乌索普则是唯一一个带头上的男伙伴。然后是女儿岛的一个战士香豌豆，这个也是个意外，但香豌豆确确实实也属于带过路飞草帽的人，他是趁路飞昏睡的时候偷带的，然后路飞发现了就被瞬间夺回去了。而且香豌豆不仅是女儿岛第一个带路飞草帽的人，还是第一个拔蘑菇的人，看来能让女帝吃醋的人还真不少。2年后，路飞就很少把草帽给交出去了。不过和之国出现了一位草帽萝莉，那就是小玉。小玉把自己过生日才舍得吃的一碗干净米饭给了路飞吃，自己去喝污染的水源去充饥，因此小玉也生了病。而且小玉认识艾斯，认艾斯当大哥，路飞也是继承了这份感情，心甘情愿的把最珍贵的草帽戴在了小玉的头上。除了这些戴过草帽的人，微微算是比较特殊的。微微曾经2次被路飞托付草帽，一次是在小花园，路飞为了让受到暗算的东丽冷静一下，让微微拿着草帽离远一些。这个举动可以看出微微在路飞心中的地位。倘若微微知道这顶草帽对于路飞的意义，自然是更加感动的。第2次是在阿拉巴斯坦战记里面，路飞卷土重来，第2次去打老沙的时候，路飞也是主动将草帽丢给了微微保管。虽然路飞2次托付于微微，但并没有真正把草帽戴头上的画面。除了这些，还有一个东西被路飞扣过草帽，它不属于人，也很难称得上是生物，那就是路飞2年修炼的那座岛上的一块石头。单单就说路飞把草帽扣别人头上的经典画面，其实并不多，除了娜美就是这块石头，而且这石头一戴就是2年，可见这块石头的地位不次于任何一个伙伴。这块石头旁边有一棵长得很像萝卜的树，它散发的气味可以驱散野兽，所以也默默守护了这顶草帽2年。而且这块石头也默默见证了路飞2年的成长和蜕变。哦，该说不说，就这块石头和路飞的羁绊，这石头最后不上船都说不过去了。草帽一伙中伙伴的正确使用方法，草帽团经常会有很多相亲相爱的画面，正因如此，这也让他们很懂得怎么正确的使用伙伴。在这方面，山治是很会玩的。山治是如何使用乌索普的？在爬上艾尼路的方舟救娜美的时候，山治提议要分头行动，以免被团灭。乌索普当时还以为山治要自我牺牲，本来气氛都烘托到位了，然后山治说：“ナミさんのためならお前が死んでも構わない。張り倒すぞてめえ！”当然，山治吓唬小孩是常规操作，最后山治还是掩护乌索普娜美撤退，自己去找艾尼路点烟了。要说最会使用乌索普的，那还得是索隆。在司法岛，2人被铐在了一起。既然乌索普拒绝了先砍手再火速找乔巴接上的合理提议，无上大快刀第13弓，著名的名刀皮兰也由此诞生。对此，索隆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敵は完全におじけづいている。名刀花嵐の威力にな。そうなのか？在战斗中，皮兰多次阻挡敌人的技能，并发动猛烈的反击，硬是拖住了 CP9 2员大将。虽然这把刀的战绩不狠，但就是有点费乌索普了。后来索隆也被山治用这种方法使用过，那就是形似黑刀叶但又超越黑刀叶的明刀绿藻，其威力也是相当恐怖的，随随便便就可以一刀清场。尤其是之后山治肩扛明刀绿藻，脚踢一灾奎因，造就了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的超帅场面。所以有理由相信山治即使是个剑士，也是剑豪级别。既然每次山治都是很会玩，那有没有能玩山治的？山治还真被老18教的乔巴给坑过。在对付瓦波尔的手下时，山治乔巴互相推那种静电毛发球，结果眼看对面就要挂点燃了，乔巴果断实施卖掉山治的战术。不得不说，多亏这一波，让山治拥有了低配版的恶魔凤角。说起乔巴的正确使用方法，那还是挺多的。通常伙伴都会发挥乔巴的物种优势，乔巴也被乌索普当做诱饵使用过，只不过乔巴这个更加惊魂一些。乌索普用乔巴钓空岛鲨鱼，而且作为草帽团里有天然毛皮的存在，乔巴也时常被当成大家的暖宝宝，以至于后来大家都想要乔巴把毛皮给脱下来。主要是乔巴不仅经常忘了自己是个医生，还会忘记自己的毛皮哪能说拔就拔的。而乔巴最实用的自然就是储备粮的作用了，这个主要是路飞在使用，没办法，谁让乔巴长得这么有食欲。然后就是船长的正确使用方法，其实和乔巴一样，路飞从头到脚就没有浪费的地方，搭桥铺路，安全气囊，海里去当螺旋桨，甚至在躲避敌人追捕的时候，可以以这种刁钻的角度风骚的操作，挂在桥底下掩护队友。当然，这其实并不是路飞的什么天赋，全靠指头硬抠。也正因为路飞太过好用，所以伙伴们都可以把路飞使用到极致。比如司法岛索隆山治手里的橡胶弹弓，海军的炮弹打过来多少都能一口气反弹回去，所以梅利号的主炮几乎都没怎么用过，只怪船长太好用。娜美也是深谙路飞的使用方法，草帽一伙和分槽头比赛轮滑，一开始路飞不会玩轮滑，娜美就把路飞当球踢，罗宾也是腹黑的来助百臂之力，而且娜美还不许路飞换气，当船长难，当草帽团的船长更难。路飞牙好胃口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后来在蛋糕岛，娜美充分发挥了路飞这一特长，吃的克利架心态都崩了，当然这也是把路飞都给吃哭了一次，发誓以后再也不吃饼干了。路飞除了这些用法，还有一种最极致的用处，那就是绑了换钱。路飞现在值30亿，虽然价值不菲，但娜美还是表示这可是跟我们生死之交，心爱的船长啊，这一句不许弄哭我的航海士，我就不能说卖就卖，得加钱，30亿确实赔本了。众所周知，由于早期索隆欠娜美的高利贷，从而觉醒了给娜美当牛做马的血脉。2年后，娜美巧妙地用上了这一点。娜美为了不让获得自己身体的山治在外面胡作非为，立刻机智地派索隆跟山治一起外出，起到制衡。
这一波娜美堪称均衡教派教主。实际上，娜美和索隆很早就有这种羁绊了。在希罗布村，娜美把索隆当脚垫，自己爬出了洒满油的坡道。索隆在这儿练了半个钟头的跑步机。布鲁克也有类似的经历。2年后在佐乌的时候，那段路很难跑，娜美绊了一脚。布鲁克本想英雄救美，结果布鲁克被娜美当滑板来用了。可不得不说，每次娜美还都很有礼貌。索隆布鲁克真的想说，我真的谢谢你啊！而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娜美也被好闺蜜乌索普摆过一道，他俩之间的操作堪称是比谁更塑料。在鬼岛，乌索普躲在娜美身后挑衅润提，不仅骂润提是大蜥蜴，还叫嚣要打败凯多。这一波成功把仇恨值甩给了娜美，娜美惨遭针对。之后娜美也是学以致用，有来有往了一下，躲在暗处骂润提和费杰万，又成功把仇恨甩给了乌索普。后来看到奄奄一息的乌索普，娜美饱含热泪，动情地说：“路飞这边平时虽然都是伙伴使用路飞，但对路飞来说，伙伴们正确的使用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拉着伙伴们一起玩跳楼机。每次路飞都是玩得很开心，但伙伴们堪称是人在前面飞，魂儿在后面追，最后都吓没了半条命。去蛋糕岛那次，还偏偏是娜美、乔巴、布鲁克这几个最胆小的。乌索普因为参加了德岛一战，幸运的躲过了一劫。而在草帽团里还有一种伙伴的用法，那就是互相当坐骑。可以看到乔巴骑索隆，路飞骑乔巴，娜美骑路飞，而娜美也骑过索隆，也骑过乔巴，甚至还骑过慎平。名曰海贼王还是航海王，显而易见。所以草帽团这一系列操作，正可谓是正因为相亲相爱，才能正确使用。皇父三哥搞笑却又辉煌的经历，当巴基团上位4皇团后，三哥众望所归的被称之为皇父，这绝非运气，而是堪称实力使然。因为可以发现，虽然三哥有时候很怂，但有时候也很有担当。不管是和4皇巴基的羁绊，还是自己的战绩、经历、果实能力，都非常传奇。三哥初次登场在小花园，当时三哥还是非常生猛的，说三哥一人灭团也不为过。因为当时三哥先是用计谋挑拨了轻轨东丽和路飞的关系，让两人打了一架，导致在后面轻轨和红轨的决斗中，轻轨被红轨击败。然后三哥趁机又控制住了产生的红轨部落机，导致2位巨人族重伤。而且当时这2位巨人族大哥都是赏金1亿的大海贼，三哥做的这个坐山观虎斗的局实在是高。随着现在东丽和部落机越来越多的登场，三哥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然后又通过蜡烛台控制住了薇薇、娜美和索隆，差点将这3人干掉。在最后和路飞的交手中，也完全不落下风，因为三哥用的拉拉果实做的铠甲，通常情况下是非常坚硬的，路飞强攻无果。要不是乌索普的绝境之王和萝莉杀手双 buff 大显神威，草帽团凶多吉少。山治当时去打野了，碰巧找到了三哥和老沙的联络据点。山治不仅给老沙打了一通诈骗电话，还顺带解决了不吉利组合。这件事儿也对后来的事情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小花园围剿战还真不赖三哥，这一波只能说三哥的队友太拉了，三哥这把尽力局。而且三哥不仅是聪明能打，秉承着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战后还千里迢迢的跑去阿拉巴斯坦跟老沙述职，一路那是风餐露宿。先是绕路来到蜘蛛咖啡店，然后偷偷跟着其他干部搭上了接送龟顺风车，潜伏进了老沙所在的雨燕。因为此前老沙听信了山治的诈骗电话，以为草帽团全灭。正当志得意满的老沙宣布理想乡计划时，三哥突然出现，希望计划可以推迟，并告知自己让草帽一伙给偷走了，计划出现巨大漏洞。气急败坏的老沙直接把三哥吸干，扔进鱼缸里喂香蕉鳄了。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被香蕉鳄吃掉的三哥做了一个蜡烛球没死，之后还被山治一脚给踹出来了，被山治打了一顿，解放了原本老沙以为必死无疑的草帽一伙，让草帽一伙可以顺利前行。完事儿，梅斯特王子还用三哥的身体给回过神来的老沙带了一句话：拜拜了，臭鳄鱼。所以草帽一伙最后的功劳簿上必然要有三哥浓墨重彩的一笔。阿拉巴斯坦之后，海军对巴洛克工作社展开了清算。本来海军并不知道在小花园那批干部的长相，奈何海军给的太多了，有2个家伙叛变了，就是不吉利组合，因此三哥也被盯上了。三哥本打算跑路，而且阿拉巴斯坦也没他什么事儿，结果三哥跑也没跑成，被小冯给逮住，大嘴巴子打回去一起解救伙伴。小冯模仿三哥打入敌营，解救了被绑的情人节。最后跑出来的黄金周、情人节和比史南又去了一座小监狱，解救被关在那里的伙伴。当然只有老沙和忠诚的一哥很屌的没有跑，而小冯和三哥最后也被关进来了。小冯因为救了伙伴很高兴，三哥是真的想哭。这4个人最后被转送至推进城。到了推进城，三哥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2春，而且在这里，三哥遇到了自己的人生知己巴基。2人从刚开始萍水相逢，到最后相见恨晚。2人最深下到了推进城5层，并在这期间释放了大量囚犯，未来4皇团的基础就此奠定。他俩靠着天作之合的越狱能力，一个4分5裂，一个能造壳，步履蹒跚的又苟到了海上1楼。在这里也是三哥的高光时刻。面对来势汹汹的麦哲伦，在场的大佬一筹莫展，三哥却发挥了巨大作用，堪称是单防麦哲伦。给路飞套上蜡烛铠甲后，甚至还能反击。面对麦哲伦的终极猛毒，三哥的果实能力也能起到拖延效果，帮助大家成功越狱。而且说到三哥的拉拉果实，相比路飞的能力，还要和卡尔的诺诺果实更相像，具备流体和灵活形变的特点。如果能给他加上用见闻色提前形变、躲避攻击的设定，拉拉果实理论上是非常强的，并且拉拉果实同时也具备硬度。
原来三哥一个人就是卡塔库利和克利加双将型的组合。虽然三哥大部分时间都在巴基身边充当吐槽角色，但到了顶上战争，三哥被之前小冯的勇敢和义气所感动，伪装成了行刑士兵，骗过了战国，骗过了所有人，用经典的开锁专业，当着战国的面打开了艾斯的枷锁。三哥还问路飞，如果我说我来这里的理由是悼念我的伙伴，你会嘲笑我吗？当艾斯拉着路飞，路飞拽着三哥出来的时候，就感觉此刻他们也是并肩作战的伙伴。顶上战争之后，随着巴基平步青云，三哥又当上了七武海的干部。不过和上一次不大一样，这一次每天就是吃吃喝喝，非常清闲。不久之后，巴基晋升为四皇，成为十字工会法人。兜兜转转，三哥又跟老沙一起共事了。纵观三哥的经历，开局就很有含金量，果实能力潜力巨大。单防监狱霸主麦哲伦骗过号称智将的战国，跟随巴基大神做到皇父，深谙职场潜规则，在原主和新主之间混得还算不错。虽然一直登场不多，但这经历堪称传奇。海贼王中这几个人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自从明哥进去后，明哥就天天看假新闻，但是要不是亲眼所见，谁敢信这不是假新闻？毕竟现在的局面太过于日新月异，这也导致很多人因此在这期间的含金量飙升。首先就是当时的深海大监狱署长麦哲伦，在2年前，麦哲伦给人带来的压迫感一点也不次于四皇大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就给人感觉限制麦哲伦的不是毒毒果实副作用，毕竟续航这个问题拉裤兜子里也不是不可以，也不是体术问题，而是他只待在推进城里上班，有点浪费人才。现如今的3个四皇路飞、巴基、黑胡子，当时被困在推进城里是何等的狼狈，尤其是麦哲伦照面一招毒龙，把黑胡子团给秒了，把3个未来四皇追的是一路撵一路跑。除了这些日后的大咖，里面还有2个七武海老沙、慎平，但谁都不能完全阻止麦哲伦，要不是慎平摇鱼过来和小冯留下来打开正义之门，越狱大队怕是一个人都跑不出去。虽然顶上战争后得知麦哲伦当时被黑胡子带人给打了，但毕竟那些人都是 level 6的重刑犯，麦哲伦已经足够牛逼了，反而会很显得有含金量。然后就是巴基的含金量，一直以来都半开玩笑的说巴基是霸王色运气幸运果实能力者，但看一下巴基的履历就知道，巴基的王者气质是命中注定。现如今的四皇里，巴基跟其他3个都打过架，巴基跟红发打过，跟黑胡子打过，跟路飞打过。四皇里面巴基打过仨，剩下一个是他自己，这种事情属于可以吹一辈子的事儿。在顶上战争中，巴基还指着白胡子挑衅过，不仅没被怎么样，还被白胡子邀请结盟。而且巴基还有一手，就是理论上一旦觉醒，就可以复刻阵阵果实的效果的4分5裂果实。四皇克星巴基的含金量可不是开玩笑的。然后是明哥的含金量，明哥觉得自己天天看报纸，像是在看热血漫，还真不能怪明哥。毕竟德岛之后到和之国结束，说有2个月都算是多的。明哥在德岛1拖2，路飞和罗，对方还时不时搞偷袭玩轮换，明哥把2个人打得伤的伤，残的残，还差点赢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这俩人现在赏金加起来60亿。明哥仔细一想，论纸面价值，合着我当时不是1打2，我是在单挑罗杰是吧？当然，明哥的含金量还不止于此。当时被困在鸟笼里的人，随便抓一把都必有大人物。路飞和罗现在60亿，索隆11亿1100万，萨博6亿0200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更新萨博的新悬赏。海军现在也有了悬赏，藤虎作为大将30亿，反正不算其他一些零零散散的，这就100多亿了。明哥拿着报纸哈哈一笑，什么？你说当时我鸟笼里困了100多亿的大人物，这纯属假新闻。然后是阿金的含金量，起初主要是觉得阿金这兄弟够义气够浪漫，但是阿金确实也很能打，一转眼的功夫能把哲普老板踩在脚下，一锤秒掉了那个盾牌男，而且连盾一起给干碎了，还能压制山治。那会儿身为克里克的一个干部，能把山治打得没脾气也是很惊艳的。最后还徒手一拳打晕了发疯了的克里克。克里克是路飞打败的，可整体上看上去，阿金确实是海上餐厅那会儿最能打的。以阿金的底子，这2年如果一直在修行，那如今必然是很强的。而阿金的含金量，自然还有那句伟大航路再见吧的美好约定。如果阿金出来的话，想必惊喜程度堪比路飞当海贼王，这就是含金量。然后是乔巴的含金量，要说含金量的话，上面那几个起码本身的价值也不低，而乔巴的性价比就堪称离谱了。要说烧烧果实是狗都不吃，那乔巴就是狗看了都摇头的悬赏犯。但他一路上50倍利的时候打着几亿的价，100倍利的时候打着几十亿的价，现在1000倍利已经跟吴老星交上火了。该说不说，55亿倍利换一个绝症罗杰，还不如换550万只乔巴，这就是性价比。山贼王西格的含金量，虽然西格登场时间不多，但他做了2件至今还没有人敢做的事儿，一个是上来往红发头上拍酒瓶子，极致羞辱。即便是同为4皇的白胡子，当时生气也只是把酒罐子往红发身边丢，其他大佬谁不得给红发个面子？第2件事自然就是大海原本60皇，西格嘎了56位皇，最后只剩4位皇。别人是海贼猎人，西格敢称自己是4皇猎人。海贼王里仅此一家，青史留名，独领风骚。现在如何看待卡普的资格已经开始卷起来了。从和之国结束，短短几十话就已经目睹了众多强者接连退场。One Piece 的角逐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进决赛圈的人不能说都比别人强，但一定都比别人多了点运气。而黯然退场的其实也不乏有意料之外的。首先晋级名额逐渐明朗，除了在最后等待众人的世界之王伊姆，如今的4大皇团可以说已经预定了4个名额。红发领衔的红发团和黑胡子领衔的黑团各自扫除了遭遇的障碍。红发现在加上东利和布洛基率领的巨人族出身，气势上如日中天。而黑胡子虽然遭遇了一些波折，不过也算是没人能轻易解决他们的存在。十字工会异军突起，巴基携2位皇父把世界整了个措手不及。路飞这边现在虽然遭遇了一些困难，土星召唤了其他的4个老星，唯独草帽团。不过决赛圈怎么少得了草帽团？只是5老星里面谁能晋级决赛圈，谁会栽在弹头岛还有变数。革命军这边除了熊的经历太惨了，主力干部基本上是无伤进入决赛圈，目前都聚守在人妖岛收听贝加朋克的遗言。虽然龙此前险些成为海贼王里第3个交丑，不过从大局上来看，龙多年保存实力，厚积薄发，决赛圈里必然少不了炸裂表现。海军这边
由于赤犬玩命打晋级赛，2年后高升元帅，提前获得了决赛圈资格。现在大将的面子都快丢完了，赤犬他最好真的有4皇实力。铜虎绿牛2位2年后的新大将的实力看起来逊于老3大将，不过没趟弹头岛的浑水也算是平稳进入决赛圈。其实赤犬之前的谨慎操作还挺明智的，跟革命军比谁更能苟，能在最后的决战中有所作为，不像现在世界政府的主力被一个草帽团拖在泥里，还得5个老星一起上。女帝是险些不能晋级，还好雷利及时出手相助，女儿岛暂时也没什么事儿了。而且女帝思思心切，下棋也表示无风带不再是安全的地方。看来后面的话，女帝也会赶到路飞的身边。其实元气乌海的晋级率还挺高的，一些元气乌海用各种办法获得了名额，比如老沙、鹰眼、巴基抱团，慎平已经属于草帽团一员，莫利亚被黑胡子刷了，白二世被绿牛刷了，其实也算是特殊的晋级。毕竟单打强不如跟对人，能被进决赛圈的人刷了也算晋级。要是跟对人用同样方式晋级的，还有像是卡里布，单凭卡里布的实力指定是进不了决赛圈，但是因为掌握了一些古代兵器的情报，被带去了黑胡子团。波尼也是和草帽团有了并肩作战的羁绊，也不会轻易出局了。瓦波尔和薇薇跟着新闻王摩根斯从玛丽乔亚逃了出来。新闻王为什么保进决赛圈？因为这个世界可以没有海贼王，但一定不能没有新闻王。当然还有一些人因为太久没有露面，但又很重要，所以保送决赛圈的。草帽大船团从得到之后，旁白就毫不遮掩地说，草帽大船团未来会干出青史留名的大事件，基本上就确定保送决赛圈了。老蔡和雷欧已经率先在圣地暴打了天龙人，还有超新星里的怪僧，其他超新星在2年后各个篇章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是霍金斯、德雷克、阿普，实力也就那样了，算是出局了。而怪僧除了之前把4将星打成3将星，目前是唯一一个还没有动向的存在，应该会在后面的篇章有所作为。当然还有开会都能开进决赛圈的开会王，这些人也是很奇葩的存在。除了这些稳了的，还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已经提前预定了争夺 One Piece 的出局名单，之后可能会再次登场，但和 One Piece 基本上无缘了。凯多大妈不用多说，已经丧失资格，明哥大概率只能在推进城里继续看假新闻或者当解说了。熊完成了保护波尼的夙愿，暂时处于离线状态。有点意外的是和路飞一起获得30亿赏金，但还没做热乎的基德和罗外加基拉有点早的出局了，分别垫给了红发和黑胡子。船毁人散，实力差距太大，气运上算是退出了 One Piece 的争夺行列。更有点意外的是，卡普和黄猿似乎已经紧随其后的退场了。目前卡普属于失踪状态，不过卡普一个人单挑包括青雉在内的大半个黑团，重创蜂巢岛，保送了科比进决赛圈。之后不管卡普还有没有重要的戏份，起码也是给了旧时代残党们一个传奇的落幕了。二舅现在又躺了，看来二舅真的是眼泪了。泽法说的确实也没错，黄猿太依赖果实能力了，现在的黄猿拿什么跟5党霸缠路飞打，只能是遮住眼睛默默替大外甥高兴了。黄猿现在估计是打不了了，加上5老星接管战场，以二舅的作风后面基本划水。CP0部分主力也面临出局风险，昔日天龙人最强护盾鬼岛上已经是一死一失踪了，弹头岛上又出现反水和内讧，司徒西保护贝加朋克被陆奇的一招纸枪放倒，卡库被山治抓住，陆奇鏖战索隆，外加赶来支援的慎平凶多吉少。另外贝加朋克被黄猿2次穿胸，等贝加朋克发表完世界真相的遗言后，估计就真的妻妾飞升了。弹头岛再歪一批人，能进决赛圈的人一个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了。然而很残酷的就是出局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惨烈，所以下一个再去抢夺 One Piece 路上倒下的大佬又会是谁呢？海贼王里大佬们生娃时的年龄。海贼王里除了有冒险和梦想，生娃养娃的这种现实情况也是很多人经历的一部分。从有孩子的人之多，到他们各自生娃时的年龄范围之广，以至于现在猜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闺女，都成了一种例行的环节。首先肯定是生娃劳模大妈了，大妈现年68岁，然而她的长子佩罗斯佩罗都50岁，年过半百了。大妈在18岁妙龄就生了孩子，大妈最小的孩子是8岁的女儿阿娜娜，也就是说大妈从18就生孩子，一直忙活到60岁都没闲着，实在是炸裂。由此，大妈也是海贼王里已知的出狱和晚育年龄最小和最大的记录保持者，分别是18岁和60岁，同时也是海贼王里已知的孩子和丈夫最多的记录保持者，分别是85个孩子和43个丈夫。大妈属于是 bug 独树一帜，所以其他人对比下来就正常多了。红发20岁当爹，不过红发这个比较特殊，19年前20岁的红发捡到了年仅2岁的乌塔，并当成自己的女儿。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小年轻的红发这也算是特殊的英年早育了。卡普有孩子也很早，23岁就有了蒙奇蒂龙。神之谷时期，卡普已经40岁了，但气质如同青年一样，很难看出这位海军此时有个17岁的孩子。然而龙并没有跟随卡普的步伐，龙是直到36岁才有了路飞，也就是从智勇军过渡到革命军的这个时期。耶稣布28岁有了乌索普，但之后耶稣布就跟红发出海了。耶稣布离开的时候，乌索普只有2岁。凯多和光月玉田都是在自己31岁时有了孩子，凯多31岁有了大和，光月玉田31岁有了桃之树。然而凯多和玉田的命运却也鬼使神差的交织在了一起。也就这一年，31岁的凯多刚刚进入和之国，和大蛇合作，开始把和之国变成武器生产地。而31岁的光月玉田此时还在白胡子的船上，此时距离他遇到罗杰还有2年。如果说海贼王里目前最神秘的小孩，那就是马奇诺的孩子了。马奇诺现年也是31岁，当然其实这个孩子是谁的，好像大家心里也有了答案。而且尾田曾经在 SBS 里也充当谜语人暗指了一手，果然是那个人吧，是那个人吧，没错，就是风车村老村长的加治。在麻子团队解散后，32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雷九，不过倒也不如说是加治第一个用血统因子改造子女的实验品。3年后加治有了一组4胞胎，也就是1到4制。白胡子的未正式的儿子白二世，如果是真的的话，那白胡子当时就是39岁，司徒西41岁，也就是洛克斯海贼团解散的3年后。不过话说，不管是随白胡子还是随年轻的司徒西都不会差呀，结果白二世谁也不随，顶多是随机，所以还是很难相信的。金妮被天龙人抓走时是37岁，经历2年的黑暗后患病被天龙人释放，39岁生下波妮。另外波妮现在的真实年龄只有12岁。虽然海贼王里的人生娃年龄有很早的，不过也可以发现大多都是30-40岁这个区间，其他的还有寇布拉34岁有了薇薇，贝基42岁有了贝茨，
尼普顿46岁有了长皇子沙星，也就是罗杰自首的那一年。说到尼普顿的孩子就有点奇特了，尼普顿的3个皇子身长是逐渐缩水的趋势，从6米多递减到4米多，然而到了白星这里直接就是将近12米，而且还是海王波塞冬自制。尼普顿这一波可谓是枯木逢春。罗杰也属于特别晚有孩子的，只不过罗杰53岁自首的时候，艾斯还没出生，陆九怀了20个月才生下艾斯，所以罗杰算是55岁才有的孩子，这个年龄仅次于大妈最晚的一胎了。由此血缘上艾斯确实要管罗杰叫爹，但年龄上也确实要管卡普叫爷爷。这一波卡普站在了辈分的制高点上。最后可以发现，当大家还在纠结海贼王里有没有爱情的时候，而尾田老师早已超脱于此，已经到了是的我们确实有个孩子的地步了。草帽一伙平时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草帽团平时有很多集体的活动，比如他们会定期开洗衣服大会，有些人是真的来洗衣服的，但有些男生是趁着洗衣服大会来玩闹。在早期的洗衣服大会上，可以看到娜美刚洗好路飞的那件经典红马甲，路飞正在后面玩闹，显然他每次都不好好干活，娜美可没少帮路飞洗衣服。而乔巴居然被挂在了晾衣绳上，这是谁干的？环顾四周，乌索普正抱着一大盆待洗的衣服，看到乔巴被恶搞，笑得不行。山治正在用一只鳄鱼当搓衣板洗的衣服，看来也只有路飞的作案嫌疑最大了。而山治手里洗的衣服正是娜美的那件蓝色条纹的短袖，山治真的太好了。不过山治朝着索隆吐槽着什么，索隆这边的情况不妙，他的衣服被鳄鱼咬住了，差点跟鳄鱼打起来。而后面的罗宾依然优雅，正在和一只鳄鱼玩。罗宾总能把很凶猛的野兽调教得非常温顺。弗兰奇和布鲁克加入后，大家有一次在桑尼号上洗衣服，路飞一如既往的欢脱玩闹，旁边还跟着同样爱玩的乔巴，把晾好的衣服撞了个天翻地覆。山治则是被捉弄了一番，对路飞一顿狂追。旁边晾衣服的娜美看着这几个人打闹也很无奈，看样子又要整顿他们了。角落里的索隆认真洗着衣服，看路飞他们很高兴，索隆也笑得好开心。弗兰奇和乌索普好像对洗衣服没太多兴趣，他们在清理大炮，而弗兰奇在炮管上连了一根水管，看来趁着洗衣服，这几个男生又要开启一场水枪大作战了吧。后面的罗宾抱着一堆泳衣内衣过来了，布鲁克想半路截胡，一看就是问了一个非常绅士的问题，但被罗宾严词拒绝。从他们洗衣服不难看出，草帽一伙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娜美罗宾的。娜美罗宾在闲暇时间就会化身购物狂魔，各种买，逛累了就在一家酒吧落脚休息。可以看出，其实最辛苦的还不是娜美罗宾，而是乔巴，因为乔巴要充当购物车给他俩驮东西。乔巴明明是只鹿，叫活活累成狗。看得出来，罗宾对这次的购物也非常满意，而娜美买了一大堆东西，似乎依然精力旺盛，好像在清点自己的战利品和省了多少钱。草帽一伙平时除了追逐打闹，当然也会有比较雅致的活动，比如玩 DIY 涂鸦。这就到了乌索普展示才艺的时刻了，毕竟草帽团正式版的海贼旗就出自乌索普之手。在这里，乌索普画了一只变成龙的梅利号，山治和索隆惊恐地看着路飞，索隆甚至还因为走神把颜料涂在了一只小羊的脸上。没错，路飞举着一大堆颜料又在捣蛋了，这些颜料的落点似乎在乌索普身上，而乌索普只是抬头察觉了慌张的山治，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发生了什么，想必很快乌索普就会变得五彩斑斓了。一旁的罗宾也发现了不妙，但罗宾一向是如此淡定，罗宾的能力真的是效率无敌，一边调制颜料还能一边逗小绵羊玩。而娜美和乔巴正陶醉在玩闹中，娜美把乔巴的蓝鼻子涂上了红色，笑得非常开心。草帽一伙经常在外面野营，这一次他们在一个特别冷的地方，连北极熊都冻得打哆嗦。路飞上半身在冬天，下半身在夏天，冻得难受那就不奇怪了。娜美裹得严严实实的，但依然追着乔巴跑，想抱在怀里取暖。这个时候，乔巴暖宝宝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索隆、乌索普还有一只企鹅、一只狼在烤火，索隆还把自己的妖风给了企鹅，索隆太暖了。不过索隆想让火升得旺一些，但一口气吹得太猛，直接把火给吹出去了。正在烤火的乌索普还有狼和企鹅直接傻了。后面的山治刚把一锅准备煮的食物端上来，看到这一幕，直接开启吐槽模式。远处的罗宾则是安静的喝着热茶，开心的看着大家。既然有雪，那还不趁机堆个雪人？草帽一伙这几个人可是堆雪人的高手。看路飞、索隆、乌索普堆的雪人就很有意思。这个雪人戴着路飞的草帽，有着乌索普的长鼻子，腰间还有索隆的3把刀。这雪人要是继承了这3个人的所有属性，那岂不是无敌了？一旁的娜美和弗兰奇喝着热茶，非常的悠闲。乔巴推过来一个雪球，似乎还想添砖加瓦。而山治和布鲁克堆的雪人更搞笑，看起来他俩好像是做了一个娜美，而且山治手上还拿着一个雪球，意思是跟另一个雪球配上对儿。可以的，山治这一波非常细节。罗宾则是在一边戴着眼镜优雅的看书。海贼王里出现的数字基本上都是有含义的，比如这里路飞的针织帽上有数字1，代表他是第1位船员；山治针织帽上有数字5，代表他是第5位船员。冬天有冬天的玩法，夏天自然也有清凉的活动。草帽一伙在一处小溪里捕鱼，说来也很搞，路飞、乔巴、布鲁克这仨，一个落水2个去救3人组，越是果实能力，越是在水里玩的最欢脱。乔巴变成巨兽形态捕鱼，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小只乔巴会直接泡在水里。不过乔巴力气太大，泼了索隆、布鲁克一身水。后面的山治已经在准备美食了，生产加工一条龙。罗宾双脚泡在小溪里，笑得很甜美。而且罗宾的 T 恤上有一只蓝色的熊，后面弗兰奇的发型也是蓝色熊耳朵。好家伙，一有机会就搞 CP。不过这张扉页最牛逼的还是熊和鱼的主题，在后面的剧情里，神之谷也是同时出现了熊的肉球果实和凯多的鱼果实青龙形态。大家注意看，弗兰奇正在和一只熊好兄弟一样的搭着肩，这暗示了巴索罗米熊是友军。烤架上的烤鱼暗示凯多战败掉入岩浆。而且路飞这边也是，显然路飞和熊是一伙的，路飞手里抓了一条鱼，这就让人想起了那张暗示路飞太阳神的扉页，虽然很隐晦，但居然解释得通。不得不说尾田牛逼，这一波尾田依然在大气层。
海贼王里那些不可或缺的小道具，在大海上航行冒险，一个海贼团除了要具备实力，还有些必不可少的装备，也是通关的关键。虽然这些小道具戏份并不多，但却是撑起大海贼时代的重要元素。记录指针，记录指针是支撑伟大航路最基本的东西之一。伟大航路的磁场都是混乱的，而记录指针可以记录岛和岛之间的磁力，指引人们前往下一座岛屿。草帽团里只有娜美佩戴记录指针，不仅是因为娜美是航海士，早在双子甲的时候，路飞3次打闹就干坏了一个记录指针，娜美就恼了，从此再也没让这帮人碰过这脆弱的东西。虽然记录指针可以很容易的买到，但在冒险中还非常珍贵的。首先，记录指针存满磁力，指向下一个岛屿，需要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几个月的冷却时间。有些岛的冲刺时间太长，甚至需要1年，比如小花园，此时就需要一块永久指针，而永久指针属于稀有装备。当时山治打野从不吉利组合那里缴获了一块阿拉巴斯坦的永久指针。其次，如果没有备用的指针，还只能靠熟人赠予，比如库洛卡斯将自己的记录指针当做礼物赠予了草帽团。由此可见，娜美和记录指针的重要性。如果不等待冲刺时间出航的话，运气好瞎猫撞死耗子，到达了其他岛屿，磁力则会被替换，也需要重新等待冲刺时间。而新世界的磁场比前半段更加混乱，所以伟大航路前半段的指针会全部失效，需要新版本的记录指针闯荡新世界。也就是这种一个表盘上有3条航线的指针，分别指向不同的3座岛屿，可以任选一个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指针最平稳的，也就最安全的航道。所以这方面最有含金量的就是巴托洛米奥了。不带航海士全靠给乡下奶奶打电话进入新世界找到偶像。这就不得不说到第二个必不可少的小道具——电话虫了。草帽一伙航海虽然没有智能手机，但神奇的电话虫的智能程度不次于智能手机。戏精的电话虫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来电人的各种神态和表情，甚至还能模仿大哭和被嘎掉，堪称是一种奇特的视频通话。当然，每个人的电话虫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 DIY。除了给电话虫安装按键和对讲机，比较帅的就有卡尔的电话虫，他有卡尔经典的围脖；明哥的电话虫有骚气的皮草，而路飞的电话虫一般是经典的草帽配色。各种各样功能的电话虫有10几种，可以应对通讯、拍照、投影、窃听、防窃听等各种场景。即便封闭的核之国，还有特殊的电话螺。在广阔的伟大航路，没有这种实时通讯的小道具肯定是不行的。而电话虫也并不稀有，在野外就可以抓到。在左屋，弗兰基曾表示可以现场抓一只做个电话出来。这种小生物大多时候都是一闪而过，但非常可爱重要。然后是报纸和送报海鸥。如果说记录指针和电话虫还只是特定人群的刚需，那送报鸥和他送的报纸可以说是海贼世界最重要的媒介。上到世界政府、海军、四皇，下到平头百姓，都需要报纸来了解每天发生的大事件，甚至连推进城里的民歌都有报纸看。由于现在太过于日新月异，要不是亲眼所见，谁敢信？所以现在每天的报纸民歌是一看一个不吱声。不过民歌还是要说，要论假新闻，我才是鼻祖级别。现在海军天天编这种离谱的假新闻给我看，我就呵呵一笑，你们以为我会信？要说新闻王的报社有多牛逼，吴老星都拿他们没办法。娜美面对涨价1倍的报纸，也只能无奈付钱。CP 组织进去都要吃瘪，新闻王和他的送报海鸥大军无孔不入，无事不晓。海军、四皇甚至一母都会被报纸带节奏。原来新闻王的报社才是最牛逼的势力。然后是生命卡，生命卡类似记录指针，也是一种指引道具。不过生命卡更像是微信里的好友共享位置，用来指引生命卡主人所在的方位，一般用于亲人、伙伴或者朋友。生命卡可以用主人的指甲掺进特殊的材料里制作，代表主人实施的生命力。生命卡本身不怕水也不怕火，但当主人生命力减弱时，纸张会缩小；生命力恢复时，纸张还会变大。虽然生命卡没有出现过很多次，但每一次都是重要的伏笔。比如艾斯在阿拉巴斯坦给了路飞自己的生命卡，后面路飞追入推进城和海军本部。恐怖3人帆船，罗拉给了娜美大妈的生命卡，后面娜美在蛋糕岛命令大妈的混米字。德岛时期，山治小队靠罗给的贝波的生命卡找到了左屋，而杰克则是靠内奸看侍郎的生命卡。路飞也将自己的生命卡分给了草帽大船团和萨博，还有贝拉米，这必然也是后期的一个伏笔。然后是亚尔奇曼红树的天然树枝，其实就是镀膜技术，给船只镀上一层膜后，用于深潜或者藏匿等作用。虽然镀膜技术并不会被频繁使用，但这也是伟大航路不能缺少的东西。因为进入新世界只有3条路可以走，一个是在红港靠世界政府的升降机，这个适用于限定人群；一个是不管用飞还是用爬，硬翻高耸入云的红土大陆。这2种方法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走得通的。而第3个选择就到达海底1万米的渔人岛，从这里进入新世界。桑尼号上的鲨鱼潜水艇也只能下潜到5000米，所以章鱼小巴说镀膜是人类到达渔人岛的唯一手段，可见镀膜技术的重要性。即便是卡普也在出访渔人岛的时候自嘲自己差点死在海底。没有镀膜技术和镀膜工人的帮助，就意味着很难进入新世界。当然，镀膜技术还有其他用处。顶上战争，白胡子不仅用镀膜船潜入了海军本部内湾，还在海底藏了一艘镀膜船，配合小奥兹破了战国引以为傲的包围壁战术。所以这些道具虽然只是海贼世界里一些小小的元素，但记录指针和生命卡可以指引伙伴和前行的方向。电话虫和送报鸥可以让你了解大海格局的动荡，镀膜技术帮你敲开新世界的大门。他们当之无愧是海贼王里航海体系的重要基石。海贼王中那些影响世界的重要会议，大海上海贼们每天打打杀杀，而海军为了应对这些海贼，自然就少不了开会了。毫不夸张地说，世界政府2天一小会，3天一大会。吴老星每次登场还都在开内部会议。说到开会，那就不得不说到开会王布兰纽了。他在开会中首次登场，当然他也是开了主线里的第1场会议。在这场会议上，开会王公布了路飞的首次悬赏3000万贝利。这场会议最精髓的是，开会王预言了这个数字绝对不算高，这号人必须趁早铲除。现在来看，开会王的见闻色看到了更远的未来，只不过当时台下的将领似乎对此不以为然。直到第2场会议，吴老星终于对此忌惮。此时路飞的赏金已经达到1亿贝利，并且打败了七武海之一的老沙。在这次吴老星小会上还透露了一件事，就红团和白团2大四皇团开始接触了。
虽然这件事很是让吴老星担忧，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补上七武海的空缺。吴老星更怕三大势力失去平衡，对世界权力带来冲击，因此也有了第3场会议，非常重要的七武海会议。虽然很重要，但这场会议跟闹着玩似的。明哥踏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身后还跟着熊，屌甩甩的进入马里乔亚，开局就对着海军使坏，然后还盘腿坐在了会议桌上，真的是极限嚣张了。鹰眼这种稀客也来参加，着实让海军有点惊讶。不过明哥来是因为心情好且太闲，鹰眼是对路飞索隆感兴趣而已。熊在会议上一句话也没说，反正好不容易就来仨七武海，还没一个是正经开会的。好家伙，以前的七武海会议都是咋开的？没有七武海的七武海会议。当然，这场会议上还有一位不速之客黑团拉菲特，他来推荐黑胡子当七武海。这场会对黑胡子的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2次七武海会议来的人就比较多了，因为正值顶上战争前夕，白胡子海贼团即将兵临城下，5位七武海在马里乔亚聚集，另外2个七武海女帝当时去推进城了，而慎平则是因为和白胡子的情谊拒绝召集，被关在推进城。会议桌上，鹰眼直接把腿搭在了桌子上，明哥坐在了椅子背上，完全没有把旁边的海军放在眼里。莫利亚因为刚和路飞打完，属于战损版，黑胡子吃着他最喜欢的樱桃派，完事儿黑胡子就跑推进城去了。虽说七武海要听命于世界政府，但显然他们个个都跟个大爷似的，得好吃好喝伺候着。顶上战争之后，世界格局剧烈动荡，自然少不了开会。开会王这边开的像是个检讨会，直言路飞重返海军本部，敲钟16下的做法是羞辱海军。吴老星那边也在开会，虽然吴老星已经注意到了黑胡子这个新的威胁，不过吴老星还是更在乎三大势力的平衡，表示先静观其变，然后挑3个影响力最大的人，填补一下子出现了3个七武海空缺。这也让后来的罗、巴基、白二世有机会成为新上位的七武海。另外还有谈话会，战国跟钢骨空推荐青雉当元帅，斯摩格跟青雉表示自己想去新世界 G5 海军支部。反正此时海军上下都在开各种各样的会议。2年后的第1场会议依然由开会王拉开帷幕，此时他已经从少佐晋升为准将，升了3级。开会王公布了新的七武海阵容，当时还没有白二世，白二应该是后来才选上的。这次的会还公布了一个假新闻，那就是明哥退出七武海，震惊世界。开会王虽然登场不多，但只要他开会，那必然都有大事件发生。得岛之后，吴老星开会又多了一件焦头烂额的大事件，那就是青雉加入了黑胡子。不过这次小会上最生气的是赤犬，不仅是被吴老星劈头盖脸骂了一顿，然后藤虎在得岛还公开道歉。赤犬两头生气，一点面子也没得。而越到后面，能影响世界的会议就越来越多。首先就举世瞩目的世界会议，世界会议4年才举办一次，世界政府的50个加盟国齐聚一堂，讨论世界的安全和秩序议题。而这一次最关键的议题就是七武海制度的废除，在寇布拉和利库王的推动下，七武海制度终于迎来了终结。这场会议影响了世界，主要是里面开的热闹，外面也是打得热火朝天。革命军在马里乔亚和双大将开战，救走了熊，寇布拉身亡，天龙人被暴打，路飞成为武皇等等等等。在世界会议期间，高能的会议着实不少。吴老星也开了一场神秘会议，红发会见吴老星，讨论关于某个海贼的问题。虽然这场会议目前还没有更多细节，但其能量看样子也足以震惊世界。卡普这边和自己的一些亲信们开了一场非正式会议，讨论了凯多大妈联手的事态。开会王这边公布了4皇和罗杰的悬赏金。战国在会上补充了洛克斯海贼团的过去和成员，卡普和罗杰曾联手将其击败。在鬼岛局势不受控制的一边倒后，吴老星的内部会议再一次改变了世界，那就是公布尼卡果实，并表示这颗果实800年未觉醒，且动物系果实似乎寄宿着某种意志一样。这不仅是影响了世界，还改变了所有人20多年以来的认知。鬼岛之后，开会王又开会了，在评价巴基的时候，开会王说他和4皇红发并驾齐驱，拥有驱使克洛克达尔和鹰眼米霍克的力量，声望高到落难之时克洛克达尔都会赶来支援。虽然开会王有最强巴基吹的嫌疑，但是说的倒也没错。这场会上还公开了鹰眼海军猎人的称号。细数下来，海军真的是没少开会，海贼天天开宴会，海军天天开会，这不又对称上了？原来精髓在这儿。海贼王里那些超帅的 T 技姿态，要说最有观赏性的技能 ，T 技必然要有，毕竟漂亮的 T 技可以让身体姿态极致舒展，大开大合之间又感觉很有力道，再加上如果有一双大长腿，那画面肯定美如画。一直觉得黄猿的 T 技非常之帅，黄猿的气质绝对算得上潇洒飘逸，这甚至让他的长相都越看越顺眼了。踢得好看，这主要还是多亏了黄猿的体态，身上总是展露出一种吊儿郎当的从容。黄猿的踢技姿势通常变幻莫测，不固定，但并不影响那一脚一脚的干净利落，行云流水，非常舒展，一脚一个超新星。而且由于很多架打得都过于轻松，黄猿还习惯把双手插在兜里，加上飘逸的披风，堪称是海贼王里打架姿势最帅第一人。就连被路飞给扔出弹头岛的时候，黄猿居然还双手抱胸贴海飞行，风骚且优雅，还得是2舅。马尔科的踢技，不死鸟果实的小马哥主要是靠踢技输出，毕竟一波猛冲，然后一个加速飞踢过去，连大将都难顶。尤其是踢黄猿的倒挂和踢青雉的一记空中转身后踢，体态非常帅。只不过踢到黄猿拆家，青雉掉线，2位大将多少有点眼了。但这2脚也属实到位，最帅的当属是马尔科1挑2进和回音，先是一招青岩焰把剑给压住，接着就是一记翻滚齐踢跟上，这一套属实把剑打得有点懵。踢回音的时候也是一记飞踢，但和青雉那一次不一样，这是少形态的踢技，这招名叫鹤爪的踢技可是把回音给踢得不轻。一波压制后，马尔科摆出一个 pose 表示踢得帅不是重点，重点是马哥我打的竟是件高端局。萨博的踢技也很帅，虽然萨博平时不大用腿，但是获得烧烧果实之前，萨博有多年体术基础，腿上功夫肯定也不差。最帅的就是巴杰斯偷袭虚尔期的路飞的时候，萨博冲出来保护路飞的那一脚，这空中一字马简直太帅了。这一脚踢出了腿长1.8米的气势，而且踢完之后还有一个身体回旋的动作，这也太舒展了。然后稳稳落地，萨博这一脚很可以，直接把巴杰斯给踢懵逼了，被萨博用水管指在地上。女性角色里面也有精通踢技的，雷九、塔丽塔，还有那个海军中将朵尔，看起来挺会的。而女帝算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女帝的踢技特点兼具观赏性和力道，而且还能配合果实能力石化。女帝的招牌清场踢技和山治的那一招宴会桌旋转踢很像，不过因为女帝经常穿旗袍，当这双大长腿从开叉处露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从视觉上把敌人给秒杀了。
再加上飘逸的长发，这观赏性自然是独树一帜的。而女帝的单体踢技主打一个高跟鞋的尖锐凶狠，而且女帝在大长腿踢出的同时，有时候会有双手朝后爆发的姿势，这就显得女帝的踢姿更加妖娆美艳了。当然，如果想让女帝的踢姿更凶一点，必然还要加上路飞的 buff， 此时女帝就会变成为爱冲锋的纯爱战士，一招大方向脚去单挑巴雷特。卡塔库利的踢技，卡2不管是使用武器还是霸气、体术、果实能力，都达到了精通的地步，非常全能。卡2的踢技主打一个一寸长一寸强，毕竟身高差距太大，路飞还没卡2的腿长，在两人开局的战斗中，卡2经常是踢的路飞好一会儿都落不了地，让路飞根本都没有近身的机会。卡2的踢姿并不花里胡哨，简单实用，稳准狠，有时候也会配合果实能力一起使用，不仅可以附加果实效果，更加灵活。本来就有的大长腿优势，自然也可以伸出去更长。路飞平时一言不合就亮拳头，这其实也很容易忽略，路飞也是有很强的踢技的。光是一个最经典的踢技招式橡胶印章，没挂档的时候就有，现在已经开发到无档版了。不过路飞的踢技很多时候并不追求什么招法和姿势，只要能打出伤害就行，无招胜有招，倒也符合路飞平时的战斗风格。也就这样，路飞的踢技和他的无上大拖孩才能互相成就。八宝水军栋梁老蔡的踢技，老蔡家有代代相传的八冲拳奥义，当然这主要是一种踢技，配合强大的武装色霸气，将八冲拳的冲击波集中在脚上，可以打出威力极强的伤害。其最强的姿态就是用后脚跟从上往下砸向敌人，非常像山治的那招粗碎。老蔡的踢姿虽然比较单一，但攻击力很强，纯粹的实用派。在对战拉瓦季的时候，老蔡只需要这一招，就可以将重回年轻力量后的季老头击败，冲击力还连带地面一起被凶狠的劈开。说到帅气踢技，不可能没有山治。山治的踢技风格兼具美感、力量、标志和爆发力为一体，踢技姿势多变，山治就堪称是踢技的百科全书。山治五花八门的踢技里，转身后踢系列最为之帅，不仅是姿态舒展，而且看起来力道非常足，经常作为必杀技出现，是山治的招牌系列。比如东海篇的羊肉 shot 击败了与其对位的阿龙的空手道干部，长链岛的木西行斩 shoot 击败了分槽头的干部汉堡，清场海上列车时的一招油炸手肉爆头了一个 CP 人员，将其帅到头卡在了车顶外面。冰火岛的恶魔风脚附肉 strike 这一招是附肉 shoot 的恶魔风脚强化版，山治先是算出来恶魔风脚，以一只脚作为支撑，加上强大的爆发力，加上脚上的赤炎攻击敌人腹部，将其击飞出去。这套旋转爆发动作一气呵成，当时将维尔哥直接钉进了墙里。最强的一招转身后踢，那就是在和之国觉醒的魔神风脚牛肉爆裂了，怒气值拉满，用出前所未有的攻击力，加上蓝色爆炎攻击敌人，直接击败了奎因，并将奎因打出了鬼岛。山治的踢姿不仅多，在平衡了飘逸感的同时，还个个都周整标致，力量十足，姿态凌厉。海贼王里教科书式的踢技，再加上山治常年的西装穿搭，有时候暴徒，有时候绅士，那可更是帅的没边了。